身处分类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99。最近啊，台湾台北的街头还有夜市，甚至民宅里面都传出了鼠患的问题。那有很多民众就说，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常看到老鼠。那就大家对环境卫生感到忧心的同时呢，在荷兰籍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又爆出汉他病毒的疫情，那现在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目前感染人数还持续在上升中，目前有7个人感染，而且还验出具有人传人能力的安地斯病毒株，让不少人联想当年的邮轮群聚事件，然后同时也开始担心汉他病毒会不会变成下一场全球疫情。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了解台北的鼠患真的变严重了吗？还有看到老鼠，还有这个老鼠的粪便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同时万一不小心被老鼠咬之后，哪些症状是不可以轻忽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汉他病毒真的会人传人吗？会不会是下一场疫情？还有一座城市该怎么真正防止鼠患失控？对今天的话题想要深入的了解，记得看到节目的最后，还有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线上2位嘉宾，第一位是心脏血管外科医师吴欣岱医生，那第2位是前荣民总医院感染科医师，同时也是上文诊所医师郑元仪医师，欢迎两位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欣岱医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2位专家好，我们先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东西方媒体都在报道这件相关的事件，那台湾也是最近也讨论的很多我朋友家里就已经出现了老鼠，所以我先请教一下，先从郑医生开始，先说说台湾的情况。台北的鼠患问题让大家开始担心老鼠也变多，那大家也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汉他病毒流行起来？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今年1月份，一名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位70多岁的男性，他因为感染了汉他病毒，然后就离世了。那这个确诊案例还是2000年以来首起的死亡案例，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郑医生，民众真的需要担心汉他病毒感染风险会增加吗？首先是鼠患的话，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定期的一个监控系统，我们是在案例比较多的时候，过去疾管局会监测，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目击老鼠增加，不一定真正是老鼠族群增加。所以那第二个就是说，汉他病毒的话，虽然今年是有2例，大概2例都是在台北，所以数量上虽然没有跟往年特别多，但是2例怎么刚好都是一个在北市，一个在新北市来讲，那是不是北市要比较注意一点是一个问题。然后第3点是，过去累积了60多例的从西元2000到现在大概累积了60多例的汉他病毒的案例，因为这是法定传染病所以是需要去通报，然后这样这个数字基本上是肯定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说，所有的案例都是汉他病毒里面分类里面细分叫做首尔病毒的这种病毒，就是韩国的首都首尔嘛。那这个病毒株过去在韩国在中国这边发现说，它死亡率大概就是1%到2%。那也就是说，怎么很刚好，就是经过了这60几例的累积之后，发现了第一名不幸身亡的案例。那这样的话也不能说是太超越我们的理解范围就是说这个病毒它有一个1%到2%的致死率。然后呢，累积了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话，那总是会有符合它比例的死亡出现。所以我们必须先厘清说，老鼠的族群到底有没有在科学监测方法上的确实的增加因为这确实是会有影响那再来就是说，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今年已经也过了一半，然后老鼠在过去来讲，春天是一个高峰期。那现在虽然气候越来越炎热那是不是老鼠的族群的高峰期会再往后推移1-2个月，甚至于更久那至少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接近族群的高峰，到后面似乎还不用那么的担心因为数字还没有太多的偏差的异常。是，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增加呢，它是这个周期它是符合的吗？那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案例，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个就是监测老鼠的繁殖等等的相关数据呢？那这个因为在台湾是过去是没有说持续性
逐月的监测，没有做持续监测。那但是我们在过去有比较多疫情的时候，那应该说是局部发现稍微多案例的时候，那卫生局这边就会在当地做出一些局部的监测然后去找。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资料，我们现在看到资料是这个北欧的资料，芬兰那边那会发现说，有2条线其实贴得蛮近的，也就是在这个老鼠那在他们那边这一种汉他病毒里面，其中一种叫做普马拉病毒，那它跟首尔病毒相对也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那它在这种当地的老鼠叫提案田鼠的数量会有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因为国外它四季分明。所以这个老鼠族群周期性的波动会很明确。那当然，这个这么规则的图形，它是经由统计学的方法去把它做视觉上的简化简单化。那就发现说，那老鼠的族群季节性的上下波动的时候，确实大概过一小段时间，那2个曲线是贴得很紧的，一小段时间这样，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案例就会增加。那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就是说呢，在监测芬兰2个城市，那一个城市用蓝色为代表，一个以红色为代表。那每一个资料的点呢，就是在当地的这个老鼠的族群然后以及这个族群的资料点的2个月过后呢，发现说，它的感染案例去做对照，那发现说，确实随着族群的变多，感染案例会有增加的趋势，在芬兰中部的2个城市都有类似的情况。那他们那一个系列的研究呢，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老鼠族群的侦测资料的点某一个地点跟时间跟数量这样。那也就是在系统化的这个符合这个理论方法的监测去确定老鼠的数量有这样的统计，才能够我们也比较有把握的说当地的老鼠有多或少，那汉他病毒这个案例的多或少这样的关系存在。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现在目前老鼠数量的增长是这个是循这个原本的规律，但是其实我们最近也发现，就是民众确实看到很多的老鼠，然后好像大量的增加，这个我们等一会再会进一步的谈。不过呢，其实民众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接触老鼠？比如说老鼠的排泄物啊，会被老鼠咬到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前阵子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网友他分享他亲身的经验，他说他被老鼠咬之后，那隔了1个月他确诊为汉他病毒，他提到被咬的当下有去打破伤风，而且他观察1周之后都没事，但是没有想到1个月之后他出现呕吐啊、头痛甚至发烧的症状，去医院都以为是感冒这个是重点，结果后来再次检查才确认是汉他病毒。所以郑医师，我可以请教您，汉他病毒的潜伏期真的这么久吗？大部分感染后的潜伏期是集中在2周到4周那但是我们把比较快发生以及比较慢发生这样案例一起算进来的话，基本上第1周到第8周都有可能会发病那大部分就是在2到4周的中间去发病，那它就会出现一些好像类似流感的那一种头痛啊、发烧、肌肉酸痛、疼痛，所以说这样的疾病，我们在台湾会发现说很多疾病都符合，包括恙虫病，包括新冠病毒的感染也有可能那登革热也是一个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去广泛的去想的情况下，主要需要问说这个叫做 TOCC 病患的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包括接触特殊的动物还有群聚史有没有跟什么样生病的人发生群聚。那就包括说我们那个登革热啊、恙虫病这些都非常需要这个旅游史跟接触史来做鉴别诊断。所以汉他病毒跟其他很多种病毒在初期前几天刚发病的头一段，它有很多症状上的共同性，太像了所以不可能说一下就抽了很多的血做一大堆检查，所以这个病史的询问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可能被老鼠咬到之后，伤口都已经长好了，也不会痛，也没有留疤那这个时候去找医生，搞不好病人自己都忘记说我曾经被咬没有仔细的去想，或者说医师没有很仔细的去追问他的话，就会是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自己民众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昆虫啊、老鼠等等的这样子的接触史，然后还有旅游史。我想，其实过了新冠疫情之后，大家都有习惯哦，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健康，比较的仔细去做监测，这样你跟医生沟通会比较能够了解到，甚至是能够确诊你的情况。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请教吴医师，吴医师，就是由于现在台北市的老鼠真的是变多了，就我刚刚提到了，我在台北的有人家里就出现老鼠哦，然后包括夜市也出现了，那政府也开始进行投放药物，但是民众现在对于鼠患啊、老鼠投放药物，就是老鼠药的投放是有一点担忧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吴医师，您自己的观察跟过去相比，现在的台北的鼠患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台北陆续来说，可以算是我们有点像是一个身体很好的老人家，他可能一直以来都运作得很顺利，但是突然一个鼠患发生了之后，好像我们没有一些客观的数据，从来没有抽过血，也不知道慢性病，所以一时之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那因为这一次的台北市大安区这个老翁因为汉他病毒过世的案例，它是在2月的时候发生，所以其实从2月开始，我们就陆续有在关注。到底各地有没有听到老鼠回报的状况？那其实确实在2月、3月的时候，陆续都有里长反映说，民众跟他们要老鼠药的频率变频繁了。那因为在这个之前，台北市的政策其实是不会常规在里长这边发放老鼠药的，所以那个里长就会去反映说，希望可以市政府多发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大概在4月后半、5月初的时候开始，相关鼠患的新闻更多。那我相信它还是有一些政治效应，就是因为新闻的曝光度高，所以每一个人看到对他的印象又更多，所以在人类的心理上就会觉得，好像无处不见老鼠，每天都有老鼠。好，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互相加成的问题。但其实真的要去谈这个公共卫生治理的状况，其实我们看到国际之间的经验，包括说像纽约、澳洲这些。鼠患过去以来比较常去处理的国际都市，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害虫的防治的指引，包括说要建立客观的鼠基地图，不是看老鼠的数量，而是看一栋建筑物里面有多少间接老鼠生活的痕迹，包括说老鼠的粪便，有一些纺织品老鼠啃咬的痕迹，或者是大量老鼠进出的通道等等。那这些其实是更为客观的数据。那我相信台北市在这一次发生之后，如果未来可以建立类似这样子的鼠基地图，我们对于老鼠是否有变成一个热点，或者是变多变少，可能就会有更客观的分析。是，我想其实鼠基地图刚才提到真的是还蛮重，因为其实纽约也是算鼠患很严重的地方。那我想其实接下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面对怎么样去清理老鼠，因为汉他病老鼠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染源。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老鼠以前也有啊，为什么今年特别可怕？您认为这个跟都市环境或者是包括一些垃圾处理啊、气候，还是人流量的改变有关系呢？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不只是单纯分析，我们也有集结一些专家的意见，包括台大公卫这边的教授也分析说，因为台北其实在这段时间有好多个因素加在一起，造成可能鼠患的问题更加严重。首先第一个，我们其实有一个过度高都市化的问题嘛，我们的人口密度非常集中，但这其实不是1年2年的事，是非常长期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我们这几年其实开始陆续的有大型的都更案件。那我们都知道，在都更案件的时候，有一些是非常老旧的建筑，那这些老旧建筑里面本来就有非常多潜伏的老鼠，所以不见得是老鼠的数量变多，而是因为大型的工地拆迁或者是重建的过程之中，这一些潜伏在里面的老鼠一次蜂拥而出，变成老鼠难民，所以大家看到的数量才会更多。那接下来就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其实有一些极端气温的现象，老鼠在分布繁殖的数量也会有改变。最后一个啊，就是前面提到的人口过度集中。那台北市其实面临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议题，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几年其实人口是有流失，但是流失的都是青壮年人口。那青壮年人口它在一个都市里面，它其实相对是可以负担，比方说清运，然后维持环境整洁的工作的这一些人。那如果一旦移出之后，台北市剩下来的其实很难去维护我们环境的整洁跟一些公共卫
卫生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多重因素集结下来的问题。那台北如果现在发生，其实时间也不算晚，我们在过去不管是公共卫生在做那个防疫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相关公共卫生的治理，其实都相对有经验了。那如果在现阶段可以从建管处、环保局，然后跟卫生局这边去做一个跨局处的配合的话，我相信鼠患这个问题是可以长期得到控制的。是这样听起来，我们还是会比较放心一点，因为其实自从 COVID 之后，大家就开始担心，大家会比较关注公共卫生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提高警觉。那我们也希望说，民众跟政府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尽快把这个鼠患的问题可以解决。好，那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关于就是汉他病毒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但是在这之前呢，我先快速进入一个预告时间，因为这一款呢，玉宝黑参就是9蒸9晒的黑高丽人参，然后加上发酵的高丽人参，所以另外是85种植物酵素精华，全部浓缩在一个小小胶囊里面。那因为最近是刚刚过完母亲节嘛，很多人都在找说我要怎么帮家里的长辈啊，就是补充他们的能量啊。我想这个推荐给大家，玉宝黑参就可以让你就是睡觉啊也睡得比较沉，体力也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啦，气色也会看起来比较好，因为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年纪慢慢长了之后呢，就是除了正常的饮食之外呢，还有挑选适合自己的补充剂也是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它是100%日本制造的。那有几位呢，在日本的一些姐姐啊、首领姐姐啊，或者是业务员啊等等，他们就是吃完玉宝黑参之后呢，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感觉真的体力是比较好，而且睡眠也比较好，醒来之后呢，头脑也比较清爽。然后同事也都会说，你看起来气色不太一样了，因为黑高丽人参的人参皂苷是比一般红参高37倍，所以呢，它就可以提高免疫、抗疲劳，还增强体力。那当然，我自己个人使用之后感觉也是非常好，就觉得我自己没有像之前有时候很劳累之后，然后就没有办法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把链接放在底下影片底下的说明区还有留言区，那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对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到13号之前有买2送1的活动，买2瓶可以送1罐，就是1个月份量的。那相关资讯放在影片底下说明区，你可以去看看哦。好 ，OK， 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有关于汉他病毒，因为这个话题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关注，因为我发现东西方的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因为除了刚刚提到的台北鼠患之外，我们看到国际间，包括最近的台湾媒体也在报道。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这个爆发的汉他病毒疫情，让人非常的担心，尤其是包括美国政府啊，各个政府都在担心，因为其实这些游客可能会分散回到他们住的家乡、住的国家，所以全球的人也在关注这个话题。因为目前已经有3位是死亡了，那现在在乘客上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那听到人传人，大家都会有一点害怕，因为经过了 COVID 之后。所以请问一下郑医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这个首先他们这边经过初步的调查，就是说有7名乘客过世，然后7名乘客感染，其中3名就是不幸过世嘛。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看一个图，就是说汉他病毒在欧亚大陆以及南北美它是不同的，因为汉他病毒它是属的名称，它属底下还分很多种。那我们先看到北美这边美国啦、阿拉斯加，然后南美洲，事实上南美洲是比较严重的地方，这边是显示说他们容易出现的叫做汉他病毒肺症候群，这个心肺的部分影响受很大。那么在欧亚大陆，事实上90%的案例都出现在中国这边，那它主要是以这个汉他病毒出血的合并肾脏的问题。那这一部分比较强烈的病毒，它的致死率大概是15%左右，比较弱的病毒5%到1%都有。那像以台湾来讲，全部都是属于里面的首尔病毒，致死率1%到2%。但是这个现在这阿根廷这边这一种以2种为主，其中第一个叫安第斯病毒，第2种病毒叫无名病毒。那这个邮轮上流行的这个叫安第斯病毒，这个是全世界多种汉他病毒中唯一确认是可以人传人，那它这个人传人是有限度的，也就是每年在智利啊、阿根廷啊、巴西啊都发生这个大概100例左右的这样的疫情中，那会做很多疫调，因为这个死亡率很
高，所以每次都会有一些疫调，那就发现说事实上它传染力是有，但是是属于局限性的。所以在这一艘船，它员工跟乘客加起来140多名中，然后呢，在这个船上这种比较集中的空间，你可能很多人是同时用餐，或者是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整理，空间很狭窄。那特别是空气的这个环境有一些就是密闭的状态。那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第一名感染者出现到现在大约已经4个星期了，第一名感染者有症状到现在，这整个船已经有4个星期暴露在这个病毒中啊。那么就发现说，有症状，有被症状，然后检测出来是7名，也就是在这个可以传染的这个潜伏期。大部分因为超过4周才发病的相对还是比较少数，大部分在前4周接触到病人、接触到病毒之后就有可能被感染。那140多名里面有7名受到了感染来讲，那相对性还是属于一个合理的有限度的人传人的范畴里面了。那安第斯病毒它这个在阿根廷、智利这边全国历年的平均死亡率大概10%到32%，其实大部分都在30%左右，应该说30-40%这样。那结果事实上从阿根廷这边出来的资料，2019到2024年，这个阿根廷这边的安第斯病毒全国历史平均死亡率10%到32%，但是呢，阿根廷这边从去年1月到今年1月这样的期间，2025到2026。这个病毒的死亡率竟然就是说，好像偏到比较相对高这边，上升到34%，是有一点上升的趋势，虽然还不是在历史还不是一个特别夸张，所以就发现说，这样的情况会引起注意。不过阿根廷的这边的统计资料显示出来，今年的染疫的这个人是没有特别多跟往年是一样多了。那为什么会去强调阿根廷？是因为这个旅客根据这个不幸死亡的这一对夫妻，他们是在阿根廷的本土有一段时间的游玩旅行之后呢，然后再去登船，然后所以会认为说，并不是船上的感染源，而是他们先在外面患病了。然后呢，在船上，然后再造成这样的问题。安第斯病毒它主要是存在这个老鼠，是特殊的老鼠，就是当地的叫做长尾道鼠的体内。事实上，每一种老鼠身上有它自己特殊的汉他病毒，然后这每一种老鼠都有它各自的地理分布的范围。那我们会觉得说，老鼠很容易随着国际的货轮啊，或者货柜啊，搭着便车、搭便船移动。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事实上各地的汉他病毒都还是有各地的这个比较相对没有那种很大的交流的状态，也没有让这种很高致死率的安第斯病毒或是无名病毒传入欧亚大陆。过去以来都是这样，因为国际的货物的运输其实交流已经上百年了啦。那所以说这个邮轮虽然会让人家想起说，那个 COVID-19 疫情的时候有钻石公主号啊，那这个群体相当轰动，但是安第斯病毒的传染能力是有限的，然后感染也经过了1个月在船内的传播，证明说这个规模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后续只要有正确安排这个邮轮人员下船上陆地后的安置呢，基本上以这一支病毒来讲呢，我们不去讲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变，不知道就是说以这个安第斯病毒来讲，就不太会有续发的疫情传播的问题。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邮轮的问题啊，我发现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过去啊，钻石公主号以及就是当时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后来不是大家就有经过隔离吗？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一谈过去隔离的这个经验。其实大家可能对于 COVID 就是心有余悸，因为其实也才刚刚就是应该是说染疫的情况降下来，它还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们知道还有 COVID，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哦。那刚才提到鼠患的问题，假设万一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但是万一民众真的被老鼠咬之后，有没有哪些症状需要留意的呢？这个老鼠大部分会从老鼠身上得到病毒，是暴露到他们的这个粪便尿液干掉之后，我们想要这边有老鼠屎或味道很臭，我们要去清理环境。那我们先讲还是有可能被老鼠咬，因为老鼠像台湾的话，这个钩鼠可以不含尾巴可以长到20几公分，可以比那个小猫还要大。那他们被逼到角落的时候，事实上是有攻击性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狗急跳墙或者这一类的。那确实是会被咬。
那我们先讲被咬的情况哦，除了常见这个伤口各种各样的细菌，那包括常见就是破伤风啊、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那以老鼠来讲，老鼠会有鼠咬热这样的细菌，是老鼠口腔常见的细菌。那这个是有药可以去治疗它了哦。那但是更常见的就是钩端螺旋体菌，其实才是最常见的，以比例来讲，比汉他病毒的案例说还要多。那沙门氏菌也是另外一个比较多，在老鼠的粪便啊这些直接间接接触到老鼠得到的这些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说没有伤口，或者是说伤口已经愈合了之后，那过一段时间才发病，都会有一个潜伏期。那第二个就是说，也不一定被老鼠咬到才会感染，因为你已经暴露在那个环境中了。那这个环境中是细微的粒子，譬如说干掉了粪便尿液，这个细微的粒子散播在空气中，这个叫气溶胶，那吸入到肺部。这都是有问题的啦。但是我们老鼠如果真的是被咬的话，首先是要用流动的水持续的冲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用肥皂来去清洁周围的皮肤。那么清洁这样的基本上把大部分的菌量降到最低，用我们自家的方法就可以降低暴露细菌的量，然后呢再用优碘消毒再来就医。那如果说伤口有轻微的出血，这个就不用急着去做止血，因为它可以帮助排出更多的这个病毒啊、细菌颗粒，排出污染物。但是如果有明显严重的出血，就要直接去压迫，对伤口进行加压，压迫这个止血。那当然，医师会询问说，5年内有没有打过破伤风疫苗？因为当我们破伤风疫苗注射经过了5年之后呢，保护力是会逐渐的下降。那另外还有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台湾会担心这个狂犬病的问题。台湾历年都有监测野生动物有没有狂犬病，那事实上会发现说，这个狂犬病有在某些动物跟某些地区有，但是老鼠并没有，那如果你是身处在其他有狂犬病相对盛行的地方，就要注意说鼠咬伤后有没有需要去注射狂犬病，要依当地的这个动物的这个病毒状况来决定。所以急性的伤口处理好之后，可能都好了，但是你会有一些状况，就是潜伏期可能2周啊、4周啊这样，身体出问题，它就很像感冒、发烧啊、头痛啊，或者是肠胃炎不舒服、呕吐拉肚子这样。那这个时候就医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提到老鼠咬伤或暴露在老鼠存在的这样环境清除老鼠粪便这样的环境、仓库之类的病史的话，就会增加诊断的难度。大家会想很久说，这样的发烧、这样的症状有很多疾病都类似，那我以医师的角度来讲，他到底要抽血抽哪几种，很多种要检查会很难所以这个我们去跟医师共同脑力激荡一下，回想这个 TOCC 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包括动物接触还有群聚史是非常重要的。是，所以其实万一你真的，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不要接触老鼠的这些粪便。万一你真的是接触到了，还是有，或者是你不幸被老鼠咬了之后，你还是有紧急的处理方法。那刚刚医生有告诉我们，就清洁伤口，然后最重要还是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同时不要忘了告诉他你的这个 TOCC、你的旅游史各方面的。但其实我们说到汉他病毒，其实我们过去也没有听过太多汉他病毒的案例，但是呢，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因为刚好美国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然后在台湾也有就是鼠疫的问题，所以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大概是就是它的38%的呼吸道症状患者可能会死亡。那它的死亡率虽然不是那么高，大家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嘛，它很像流感啊，然后就有可能呼吸窘迫啊等等，但是也没有特效的疗法。我想请教一下郑医师，万一感染到汉他病毒，目前有效治疗方案到底是什么呢？那刚才讲到说台湾的首尔病毒，它的死亡率1%到2%，那当然国外会特别讲说它死亡率特别高，那确实存在，因为毕竟这个以美国来讲，他们就会很担心，他们确实在美国本土曾经有过这样的疫情，就是死亡率很高的汉他病毒，那他们的旅游到南美洲也是会发生，所以汉他病毒到目前为止。首先，这个中国跟韩国研发出的一些疫苗，他们的案例数是很多，所以他们当地有研究他们的疫苗，但是那个东西还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预防方式，因为汉他病毒种类太多了，所以疫苗部分他们研究了很久，但是目前在这一种高致死率的这一类的新大陆南美跟北美这一类病毒，他们不是针对这个，他们是针对
欧亚品系的欧亚的某几个品系的。那再来就是说，抗病毒药物过去发现说，在动物实验啊，还有体外的细胞实验，有一些病毒抑制的效果，像这个瑞巴韦林这个药，结果发现在人体临床上使用，发现这个死亡率并没有下降还是好几十死亡率30%、40%到50%、60%都有。那后来就慢慢发现说，这样，如果你是在这个南美、北美得到这一类的新大陆的这个汉他病毒出现心肺特别是肺的这个出血热的话，那它的病毒对细胞产生的破坏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它并不是直接这个细胞就破掉、溶解、坏死掉，不是这样，它是让这个细胞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然后它的功能受到大量的压制，然后有很强烈的发炎反应。那这一段时间可能大约是一周左右，这个人可能会进入到呼吸完全的衰竭，然后心脏完全就是停止掉的情况，或心脏就是基本上就是衰竭。那如果我们这个医疗团队在比较早期，不要等到他完全血液循环状态崩溃掉的情况下，提早的插管，然后要使用到叶克膜。事实上，真正治疗契机是叶克膜。那过去来讲，很多就是说很多疾病使用叶克膜，后面都是在拼命，就是说可能就预后非常差。但是安第斯病毒，我刚才讲它这个东西上叶克膜之后，身体撑过了这一段异常的状况之后呢，细胞是没有死掉的，细胞没有死掉，所以撑过去之后发现说，这个病患是各个器官的衰竭因为心肺衰竭会连带引起肝肾的衰竭跟各种问题包括这个出血的问题那它慢慢会收回来，有存活的病人，基本上后面的功能都还不错不会有那什么长期性的心脏衰竭。那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个处置之后呢，当然要非常积极我发现说，死亡率是有下降，但是最后还是会落在30几这一块。那较为近期的研究发现说，这个死亡率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地方可以降到20%，但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疾病。然后国外他们会觉得说，在这个南美、北美，他们会觉得说，这样的病患一旦被辨识出来，就不要等它太严重，它状况不太对的时候，就要转送到这个医院是具有叶克膜、有 ECMO 这样的备援可能是备而不用，但是确实一旦变差的时候，它几个小时内马上会进入到需要叶克膜状态，这个来不及转送，所以先把病人移动到具有叶克膜备援的医疗资源的地方的医疗中心去，那随时去准备要介入这是国外发现的唯一可行的方式。那就算是这样做，它死亡率还是20-30%所以以国外来讲，他们就会相当的戒慎恐惧。那以台湾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亚洲这些常见的品种首尔猪把它顾好，然后把肾功能血液循环、血液动力学顾好。虽然一样没有疫苗，一样没有明确的抗病毒疗法，但是在适切的这个血液动力在呼吸系统的这个支持性的疗法重症监护下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它基本上就是可以让病患器官功能恢复，然后获得康复，是不用太担心的。是，我想其实刚才郑医生提到，就是说虽然没有比较好的疫苗以及抗病毒的治疗方法，但是还有一些支持性的疗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听起来还是预防是最重要的。所以预防到底怎么预防？我们知道，就老鼠它是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源嘛。那我就请教一下两位，因为现在很多民众家里真的是看到老鼠了，或者是说，家里真的出现像一粒粒黑黑的这种老鼠的粪便，包括一些什么纱窗、木门，你会看到被咬过的痕迹，甚至墙角都有这些痕迹等等。我想请教两位，我们先请教一下吴医师，我们会建议就是民众应该怎么做才好呢？现在台北市其实有大概上个4月底的时候开始开完记者会之后，陆续有一些新的政策发想。那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民众端可以做的还是联系环保局跟那个鼠疫侦查师嘛。那后续的话，我相信比较需要的还是从源头管制，包括说有没有比方民生的厨余啊，或者是有一些人的住家是住在比较偏观光热点，有一些商业区有这种餐饮业或者是大型的垃圾集运区的地方，这些部分可能就会需要去观察有没有需要请清洁队更频繁的去收垃圾。那我回到前面讲的老鼠药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源头管制的时候，还是希望可以把老鼠药这种
药物的方式作为最后手段。那其实它不只是因为老鼠药对很多环境，比方说有些人养小猫小狗出去怕不小心吃到，或甚至小朋友乱摸的时候会有接触，不只是这样吼，包括说现在用的第2代的老鼠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的使用会比很多人一般人会知道说老鼠药好像是跟抗凝血药物相关种类的药物，但事实上人类使用的抗凝血药物它是非常快可以在身体内代谢的，你如果吃完可能1天多，它的药物浓度就会被排出去。但是目前使用在生物害虫防治的老鼠药，它其实是第2代的抗凝血剂，它是有脂溶性效果，会累积在肝脏，所以如果真的用这个东西去杀老鼠的话，老鼠吃了之后，它如果在内出血或者是奄奄一息的时候，它又被其他捕食它的，包括猛禽、一些鸟类或者是蛇吃掉，其实它变相的变成在大自然里面的天然捕鼠队的数量会减少。那这些数量因为比老鼠在食物链的更加高端，所以它的生殖或者是要把它复育数量增加的这个时间是要更久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老鼠药最好放在最后一线的原因，就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解方，它只能用来短期，比方说民众的住家真的有太严重的鼠患，去做一些限制性的使用会比较适合。哇，所以其实我们在老鼠药投放之前，其实还有很多过程可以做，很多流程可以做。那郑医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那当然，我们发现自己家附近工作场所什么有老鼠，你一定要去说这个洞要堵住啦，还是说哪里可能有东西没有收好有什么，比如说宠物饲料袋子破掉了之类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老鼠的粪便，第一个它很臭，第二个你会想要把它清掉。首先就是不要急着去碰它，不要急。第一步是先让环境通风。就是不要急着清扫，因为那个环境如果本来是开封通风的话，那 OK 没有问题，这一步就是已经完成了，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但是常有些像仓库或者是你在管道间某一个大的通风的什么管路之类的发现说那个是不通风的环境，那我们还是要先戴好口罩，然后把这个开门开窗让它自然的通风你也不要故意说要很通风因为你搞不好你一什么电风扇一吹，它就整个散开了，那害到自己所以人当然是先暂时离开，让这个地方这个空气浓度、气溶胶浓度下降。那第二步就是说那如果它本来就是一个通风环境，或者它已经通风完成了，我们就戴一个医疗用口罩，基本上 OK 如果说没有办法真的达到通风很良好的状态，那个位置的气溶胶浓度高，那你还是要戴上一个 N95因为怕吸入嘛。再来就戴手套，然后呢准备稀释好的漂白水，这个时候稀释浓度是比较高的，我们是1:10来稀释。那这个先去彻底的喷洒，把这个鼠粪跟附近有污染的区域喷洒，然后让它整个浸湿，等大概10分钟。为什么这个病毒杀死它，让它失去活性需要一段时间那等待它这个时间到之后，再用纸巾之类的把这个鼠粪纸巾抹布之类的，然后把它包起来，是整个塑胶袋密封丢掉。那就要注意是说那这个特别肮脏的区域清洁完之后，其他地方一定是老鼠走来走去的，那它身体会沾染那可能都有看不见的这个污染的，尤其是细菌病毒。所以呢，我们一样用漂白水把这些什么桌子啊、椅子啊、橱柜啊，用湿的方式尽量不要用干扫或吸尘器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气溶胶啊、灰尘有散布出来所以用抹布、拖把这些去做清洁消毒。那注意工作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擦汗什么，不要碰到头跟脸就是保护自己。那工作完成洗手换衣服，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所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很急着想要把脏的东西清掉那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过程的正确性。现在没有声音。舅舅的声音不见了，舅舅听不到声音。主持人的声音听得到吗？好，是可以听得见，可以听见我的。好，吴医师，那关于清洁的问题，我想其实刚才郑医生有提过很多各种不同的注意事项，那吴医师有什么哪一些要点要提醒我们的呢？
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去审视一下，说自己住家或者是附近有一些商业区，它的包括说垃圾的这个密闭系统是不是有足够？因为其实很多地方为了要丢或者是处理方便，他们的垃圾是不上盖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大型的菜市场啊，或者是它里面观光夜市等等的，它的冷链系统或者是它的厨余清运，到底是晚上全部都堆在同一个地方，隔天早上才去运走，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做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或许可以去观察、去通报的，可能是跟市政府通报。那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可以观察一件事情，因为大安区这一个老翁他发生汉他病毒的地点，其实那个附近刚好有几个很大的都更案件。那我们其实前面有提到说，在都更的过程，有可能老鼠会有那个大型的难民潮嘛，就是会有很多老鼠飞窜出来。那这个现象其实接下来会有一些讨论的措施要去改进哈，就包括说在发放这个可以那个建造可以拆除工地之前，其实要做相关的鼠害防治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的建物，其实现在也会有标准，因为老鼠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钩鼠啊，它其实可以通过的管路是非常非常小的，6个 mm 的管路它就可以塞进去了。所以现在也是说，包括有比较多鼠患或者是老旧建物的部分，有这类的管线，其实我们也会需要把它去做封填或者是一个审查的动作，这样子。是，我想其实这个刚才提到老式建筑要改建啊，其实很多这个老鼠难民会跑出来，我想这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因为老鼠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说哦，它最近突然间出现，可能就是它一直有潜伏，只是大家没有看到，但是大家确实最近特别关心，有没有看到很多台湾的这个就是有社交媒体上面几乎都很多看到老鼠的影片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我想民众哦还是挺担心的，尤其是汉他病毒又传出来。那很多人会不解说，哎，刚才吴医生您讲，就是投放老鼠药为什么会要放到最后？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不可以请吴医生来跟我们进一步的解说呢？其实在国际害虫防治的指引，大概是从50年前左右就开始陆续有这个我们说的标准流程。那在5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投药放成比较后面的一个手段了。但是因为这几十年有更多的数据去统计分析之后，才发现说，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老鼠吃这个抗凝血剂第2代，它在肝脏会有累积毒性，那累积毒性就变成假设猛禽、老鹰，或者是像我们有看到台湾蓝雀在吃老鼠的照片，或者是像台湾是一些蛇类，他们如果去假设吃1只老鼠，可能还不会构成生命的死亡，那吃2只、吃3只，如果真的在老鼠药比较发放的多的状况之下，很有可能造成这些帮我们去做天然捕鼠的大队也可能会死掉。那这样长期以来对灭鼠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假设一个老鹰它的一生中，它可以不断的，它的主食就是老鼠嘛，所以它可以吃掉很多老鼠。那一旦它过世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生其他的小鸟来帮忙吃老鼠的话，那我们的老鼠就会因为自然的关系反扑，就越长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点。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忘记跟啾补充的，就是说，我觉得源头管控啊，在台北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是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这种空旷场地的爱爸爱妈喂食动物。因为其实台北有蛮多大型公园，像我们内湖就有大湖公园、碧湖公园，那其实一直都会有人去喂里面的鹅、鸭或者是一些流浪猫狗。那其实在喂食的这个过程啊，你在喂的当下看到的是那些动物吃，但是你走了之后，那个东西就剩下厨余。所以我们也看到非常多这种喂食的残骸被老鼠整个大批的进食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需要之后有一些明确的规范，让这个状况可以减少一些。是，其实吴医生您说到这个问题，我有看到最近也是有一些社交媒体上说啊，有人就是因为觉得老鼠也很可怜，就是然后他们就会投放食物给老鼠，然后这个就会有很多争议嘛，就是大家说，哎，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两造都有不同的它的理由，但是其实我们觉得，生活的环境还是要维护的嘛，所以其实进一步还是要请教一下吴医师哦。我想一个城市比较安全，因为其实吴医师长期也是关注公共卫生的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一个城市比较安全有效的老鼠防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它必须是一个跨局处去合作协调的一个整体的防鼠策略。首先，第一个，我们其实陆续手段刚刚都有讲过哈。第一个是减少它的源头食物，包括说垃圾清运，然后厨余的管控。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特定状况，比方说都更或者是有观光热区，老鼠的热点可以去做灭鼠，或者是其他更多的清运啊、侦查师的调查等等的。第三个呢，我认为是迟早还是要建立这个鼠患的鼠基热点地图，包括说建管处他们应该要去控管说我们台北市有多少的建筑，那这些建筑物里面定期去做抽查。像纽约市我知道的就是他们1个月就会更新一次鼠基地图的内容，所以你可以马上可以看到同步的现阶段哪一个区域老鼠是状况比较严重的，那你自然就可以去做一些预防措施。所以我觉得台北应该要建立这个东西。那包括说建管处刚刚说的鼠基地图去做清点、去做抽查，还有一些建筑物它内部这种老鼠可以钻进去的孔洞，是不是有足够的防范？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在强调的是，包括说公园的爱爸爱妈呀，跟一些相关的这种食物累积的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清洁队或者是市民彼此的一些监督，甚至是有检举机制，可能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去做一个更好的控管。是，我觉得这些建议都非常合理哦。比如说加强清运啊，就都更前要做一些灭鼠啊，环境的整洁，我觉得这个是最基础的。所以其实在投放药物之前，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只是投药。好，那既然还继续请教吴医师，因为之前我们看因为最近网络上有很多老鼠的一些照片啊、video 啊，然后有传统市场的猪肉摊上面就爬满老鼠的影片也流出来，很多民众就开始觉得担心这个食材啊、环境卫生的问题。所以吴医师，您觉得就市场啊，这个摊贩还有政府，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让大家比如说，就是家庭主妇去购物买菜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我很安心这样子。哇，其实我们传统市场相关食材保存的问题，好像不是从鼠患爆发之前就开始陆续有这样的状况。那个摊开的猪肉上面爬满老鼠的影片，我也有看过。其实这个状况啊，我后续有去参询一些地方人士，比方说菜市场摊贩，或者是有在关心这些问题的人的意见。那这个状况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因为有一些传统市场，它里面的食品，包括猪肉，甚至是一些豆腐啊，或者是一些青菜等等的东西，它有可能是清晨或是更早的时候，它就有开始慢慢陆续的在整理摆上去。那如果说它这个中间的冷链跟它的橱窗没有密闭啊等等的状况，其实只要没有人顾，真的就会不只是老鼠，有其他的苍蝇啊或者是害虫，那就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的相关饮食习惯，它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个讨论，因为猪肉相对还算我们吃之前都会加热嘛，所以一定会煮到熟，它相对危险性可能就会有一层保护。但是其他比方说生鱼片、像肉这种，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做生食的东西，或许就需要更多的保障啊，甚至是不要在传统市场去做买卖，去进行到一般的这种销售通路，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就说其实各种不同的类别的商品可能要做不同的处理。当然我觉得店家方面啊，可能要尤其是在鼠患比较严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就是要就是密封的箱子啊，或各方面就不要让这些老鼠朋友们有机可乘。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同时一起来管理的，包括我们自己家庭的环境，还有这个社区的环境，我想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合作。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还是要请教一下郑医师，因为大家其实刚才吴医生提到了一些就环境的卫生啊等等，那大家直觉想到的，比如说脏乱啊、汉他病毒之外，鼠患。其实鼠患还不只是汉他病毒哦，鼠患还有其他病毒，还有哪些问题呢？请教一下郑医师。那我们刚才有讲过了，除了汉他病毒以外，老鼠的病原体会造成人类问题，就钩端螺旋体、沙门氏菌，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地方性斑疹伤寒啊，一个叫做鼠藻斑疹伤寒。其实这个也是法定传染病，也是通报数量也是都有到几十例这样每年哦。那这个老鼠多的地方，除了这些疾病之外，那它就说它脏乱到一定的程度就容易会有蚊虫啊，再来就是过敏源
就是包括另外还有就是食物受到蚊虫跟老鼠本身走过去，或是排泄物会受污染，或是食物有腐败的问题。那当然蚊子多的话就会有登革热嘛。那过敏源的话就会有造成呼吸道过敏问题，包括气喘，还有皮肤的过敏的问题。那食物的污染，除了说这个老鼠直接啃食物，或者说排泄物污染，像这个易开罐饮料，如果在仓库里面，那就被污染了嘛。那我们投贩卖机那拿来直接喝，那喝到的话，可能会感染到钩端螺旋体病这个事实上是20多年前我们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案例目前很难调查到这么精确，但这是有可能的这种事情那另外就是说，像老鼠咬破一整包的包装就容易会有这个包装，我们可能没有仔细检查一整包大包的食物这个仓库里面的那假设是玉米啊、花生啊，就很有可能这个造成黄曲毒素的污染。那这个黄曲毒素毒性就非常大那你如果其他的一些单纯的发霉或细菌滋生，可能就是发烧、拉肚子这些就医，但是黄曲毒素非常严重。那加上说老鼠会磨牙，那它可能会咬电线，甚至于这个瓦斯管的末端有些是属于软管的那有可能咬破瓦斯管就可能有一些电线走火啊这种公共安全的这个问题非常危险所以如果说单就健康的风险来讲，汉他病毒还是大家比较重视，是因为我刚才讲了很多老鼠相关性疾病，就是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抗细菌的药物可以去直接针对性治疗，但是汉他病毒就是没有明确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只能靠支持性，刚才讲过叶克膜，所以这个案例虽然是相对的少但是大家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这个相关衍生的这种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包括蚊子跟蟑螂也会跑出来的问题大家还是要把它重视起来。是，我觉得老鼠的问题其实真的是，我个人就觉得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居家的环境清洁好，然后我们社区的环境大家一起共同维护好，我想这个鼠患啊，或者是包括蟑螂啊，什么各方面的蚊子的问题，我想也就会慢慢的变好。所以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合力、通力合作，就千万是不要互相指责，我们一起合力把它做好，自己本身也可以做好。那我想在最后我还是要请教2位因为我们这个居家防治老鼠跟清洁的部分，大家刚才提到万一民众说如果在住家附近开始看到老鼠真的出现了，或开始警觉有老鼠的尸体，那2位会给哪些自我保护的建议？我们先从吴医师开始。其实也是跟学长刚刚教的一样，就是如果有相关的尸体要清理啊，或者是粪便要清理的话，一定要注意通风，然后口罩、手套全部都戴好，把它密封解决掉。但我有一点想要提的，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会用粘鼠板粘老鼠嘛，那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一次的鼠患才学到说，粘鼠板粘的老鼠，很多人会因为不想要杀生，所以就不特别去处理。但事实上，粘鼠板老鼠必须要放在水里面把它淹死了，再去做清运，它才不会有后续的挣扎或者是这个病毒外溢的风险。特别提醒这一点而已。这个老鼠的产量很惊人其实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不断的繁殖就会不断的造成这些风险。谢谢吴医师的建议。那么郑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吗？还是要强调，就是把老鼠潜在会进入到我们家庭或者是工作场所的管道都要封锁起来。然后有些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小的空隙，然后再来就是居家环境有一些确实是比较，它不一定特别的发臭或很多垃圾，但它就是有老鼠容易藏匿的空间。常见像公园里老鼠就有打洞这样的我们去发现到那些孔洞。那再来就是说，要通报，然后至少通报像当地类似卫生局啦、里长，然后发现说，那我们确实发现这个现象，那它是可以接受啦。比如说我平常可能就1、2只这样，然后现在很多，还是说我这个误报的不管但是我是觉得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还是去把它提高警觉。是，我想非常感谢今天吴医师和郑医师2位精彩的解说。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不要去伤害这些生命。当然，我们平常就是爱护生命是一定要的。但是如果这个有可能它造成呢，就是其他人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把居家环境清洁好。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特别留意。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欣岱医师还有郑元瑜医师带来精彩的解说，希望大家真的
赶快把鼠患的问题解决，然后大家自己家庭的环境啊，还有个人的卫生习惯也是要照顾好。谢谢两位，非常感谢，谢谢。好，谢谢两位。我想呢，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鼠患只是环境脏乱的问题，但其实牵扯的还是公共卫生还有这个防疫的安全。过去其实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防疫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其实叫做健康1+1防疫身心灵。前一阵子就有朋友跟我说，哎呀，这个防疫身心灵不要，我们已经没有疫情了。可是你看到这个汉他病毒，我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再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个人自身的一些卫生的安全，还有其实公共卫生的安全也是大家一起要维护。尤其汉他病毒目前是缺乏比较特效药，一旦如果重症化，死亡率也是有的，所以预防还是非常重要。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家中发现老鼠的粪便啊、咬痕啊或异味，不要直接干扫不要直接用吸尘器处理，记得通风戴口罩，用稀释的漂白水来消毒。如果万一不幸遭到老鼠咬伤，也尽快清洁伤口并且就医，同时留意后续的状况，是否出现相关的头痛啊、肌肉痛等等的症状。其实真正有效的防治老鼠不是只靠投药，而是从垃圾的管理、环境的清洁到社区卫生教育全面的改善。所以在疫情还没有很明朗的情况下，平时记得做好居家清洁，还有食物要记得密封，不堆积杂物，就是保护自己跟家人还有我们社区安全的第一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也谢谢朋友们的收看。记得离线前还是要订阅频道，我们会提供您最新最快的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